你好，当一个频道如果收到了版权警示或者是社区警示，通常在我的频道里头，我都把它叫做黄牌啊，黄牌警告，再警告，下面就是红牌罚瞎，我借用这样一个术语。所以呢，接下来我就讲版权黄牌或者是社区黄牌，你这个频道里头收到了一张或者是多张这个黄牌，这个频道可不可能被批准加入 Ypp， 然后播放广告赚钱呢？答案不是简单的是，还不是。今天这个老胡的自媒体朋友圈微信群里头有个群友分享了这么一个频道的截图，非常棒，我就借这个机会来把这个问题再把它讲一讲，因为这个问题经常会被问到。好，首先根据这张截图，大家看到这个频道有2张版权黄牌，总共有3个，也就是有一个可能是在过了90天，它已经就是被撤销就不再计算在这个里头了。在活动窗口里头90天之内有2个，注意第3个一来，这个频道就会被关掉那而且这个社区准则黄牌还有1张，这个也蛮严重的。你看这个频道版权总共得过3个，现在有2个活动的，然后你再来一个就会被关掉。然后这个社区，我们讲的每一个频道社区有1次免费的机会，就是说你首犯它不算。那么其实这个频道已经是第2次被社区警告了所以在1000个小时、1000个粉丝、4000个小时里头，这个频道这个纯属累犯在这个被枪毙的边缘，你看看就差1张牌那么呢，你看看结果，7月13号，昨天，恭喜他已经加入 Ypp， 可以开始赚钱所以我刚前面讲的不是讲是或者是不是那么简单我看到就是干干净净的频道，完全没有任何黄牌，也被拒绝加入 Ypp 的，也看到就2个的这个版权的，像这个频道一样的，也没有也被拒绝，有的是1个会被拒绝。那这个就说明什么意思说明这个黄牌跟黄牌之间差别还有点差别，不是就是讲一定有黄牌就是黄牌，那个犯罪一样的，有的是初犯，有的是都是罪犯，但是呢有的是拘留6个月，有的是判终身监禁大概是这个意思吧那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像这个社区准则，有的时候如果他是故意的，就是他认为你是恶意的，在这个平台上面来捣乱，或者是来严重的违反他的平台规则的话，那你直接就是1个牌子直接把你频道就关掉了注意这个概念很多人弄不清楚，很多人以为讲我这个社区警示有3次，再加上1次免费的这个版权警示有3次，然后这个频道才会被关掉总共有6次，不是这个概念。有的就是版权警示严格的时候，严重违反的时候，比如说你上传整部的电影，然后被人举报，你1张牌都不会有，也就是说他直接就讲你的频道由于违反了，然后直接关掉，他都懒得给你牌，直接就把你频道关掉这种情况我们也看了很多。那这个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的社区，一般来说社区执行是要严格的多，因为版权总的来说就是有版权主张，有自动匹配，有 Content ID 这个系统在把这个赚到的钱给那个版权人，一般情况是这个样子。但社区往往是就是说，就相当于讲你违反我们社区的准则，你乱扔垃圾，你这个遛狗不牵绳，大概是各种各样的各种恶意的那一般社区准则处理起来出手就比较重，所以很多情况就是说这个版权警示它会攒够3张的时候再把你干掉。那么社区警示往往有的时候你违反1次，直接就把你这个账号干掉了是这种情况。所以这个违反那个程度，这个那个安全，这个就是恶劣程度不一样。那么这个审查 Ypp 这个人，他会看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得到了这张黄牌是无心之过，还是讲你恶意为之？如果是恶意为之的话，他就不想跟你成为伙伴嘛。你这什么叫合作伙伴嘛？你跟他一起去赚广告商的钱呢？那么你前面都是诡计多端，这个反映出很多劣行的话，他在这个机会就拒绝你，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当然，像这个版权，因为是很多人不了解这个版权
只听说过合理使用，甚至有大量的人，你去看看问老胡问题那些版权，好像总觉得这个还应该有版权呢。我都是费了功夫帮你录音，我把书买来，我读一下，这是我读的，应该是我原创的，好多奇奇怪怪的这种想法，就是很多人对版权基本不了解，所以有好多是我认为是对版权完全无知的情况下的无心之过。但是呢，这个版权的警示是版权人给你的，所以平台在执行这样一个审查的时候，他会把这个东西纳入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就像这个其实性质不严重，他只不过是对这个不了解而已，去参加学习班，懂了下次不要犯就好了啊，大概是这样。所以他会先后给你3次机会，就这个道理啊。注意这个3次机会，这个3次加1次免费机会，但是我再强调一遍，我们看见很多账号是根本就不给你机会，就是从重从快处理你，因为你这个性质太过的恶劣，就是直接干掉，2种黄牌都出现这种情况啊。那么很显然，这个频道的话，属于就是这个审查官认为它这个性质不是很严重，那给了足够的警告，已经去在这个特定的页面去学习了，上了课，那么希望以后不再犯，因为再犯的话，按另外一个套路来处罚他，就是3张黄牌直接就变成红牌就罚下，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虽然这样子说了，这个频道开始被批准加入 Ypp， 但是它在危险的边缘，它只要再得到1张版权警示，版权的黄牌就自动关闭了。所以像这个频道，因为它有历史上出现过好几个黄牌这种情况的话，意味着它可能是对一些版权的情况不太了解，所以往往在这个情况是什么？这个频道主的心理是这样，我就这样子吧，能过的话能赚钱就好，不能这个如果不能过就拉倒。但是现在已经批准过了，然后如果是2张黄牌，离那个90天的窗口期还很远，也就是说还有2个月才过期，那么你这1个月你就不能出任何一点纰漏，那怎么办呢？这个频道主应该去把它现有频道里头的那些视频重新清理一遍啊，要把那些有得版权黄牌的潜在的隐患把它消除掉，然后等其中的1个和2个这个警示过期了，这个地方变成0了，那这个时候就脱离危险了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出院了啊，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现在不可掉以轻心，要不然你高兴的才2天，然后第3天那个另外一个版权人的一个手工版权，然后给他一个黄牌，直接就嘣把这个频道就干掉了啊，所以就空欢喜一场。好，所以今天呢用这样一个例子给大家讲清楚了，并不是讲有黄牌就无法加入 Ypp。今天这个例子非常棒，就是他已经是在这个死亡边缘的情况下，他也让他加入，没毛病啊。那么，另外我讲了，这个要引起高度警惕，你不要认为这个就没事了，因为频道加入 Ypp， 这个 Ypp 资格是可以随时被取消的。我看见过不少的账号，就是加入 Ypp， 然后在1个星期之内就通知他，你这个不符合盈利，取消你的盈利资格。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奇怪啊！很多人认为就是我批准了，然后就终身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除了我不违反这个规则以后，不是这个样子的啊。Ypp 它是可以随时随地取消你的这样任何一个理由，或者是讲你的一个朋友知道你这样一个频道通过了，因为你在社交媒体炫耀了，贴了你的这个帖子出来，然后呢他眼红。然后他再去举报你这个频道里头的某1、2个明显是属于搬运或者是侵犯版权的视频，那这个审查官再到你这个频道来看你这东西的话，这个就会引起后果，好吧？所以希望今天通过这样一个讲解的话，让大家对这个版权和社区的黄牌有一个更好的了解。谢谢你的观看，我们明天再见。